Hello，大家，我刚刚下课。这一周没有录什么视频，因为这周真的是太忙了。我现在就想着去我们学校的小教堂，录一下这一周的总结，顺便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教堂。这个建筑就是我说的教堂，样子非常的奇特，是不是跟你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？我第一次经过的时候，我还说这是什么东西，后来进去后发现是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祷告室这样。因为学校学生比较多，各种信仰的也都有，所以学校专门有这样一个场所，让大家来进行祷告。这个教堂是1959年毕业的那一波学生捐钱建的，进去看一下吧。这个里面真的很漂亮，进来和一个温室一样。下面还有鲤鱼，这个就是祷告室了，正好里边没有人，我可以这样稍微拍一下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好看。我找了个位置，快速的录一下这一周的总结，因为等会儿如果有人来祷告的话，我在这边也不是很好。这一周是哈佛商学院招聘季开始的第一周。周一的时候，我们本身是没有课的，但是学校邀请了8家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来跟对投行感兴趣的同学讲一下这个行业。我对投行是非常感兴趣的，所以我就参加了一整天的活动。早上的时候，我们是有2家银行，每个银行1个小时，我们就觉得还好。下午的时候呢，有6家银行，从1点钟一直到7点。中间没有任何的停歇，就一直在参加活动。我到7点站起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腿都做僵了。那天晚上专门煮了一顿火锅来放松一下，因为真的是太累了。这周非常忙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2个期中考，就所有的事情都积在了一起。我们有一个期中考是领导才能那一门课的期中考，然后另外一个期中考呢是我们会计课的期中考，2个都是开卷考试。会计课那个是22道多选题，所以就还好，是我比较熟悉的模式。但是领导才能那个课呢，是给了我们一个迷你案例，大概8页纸这样，然后又加上一些额外的信息，然后我们就需要在3个小时的时间内来读这个案例，然后写一篇不超过1400字的文章。那个呢是我第一次做案例分析师的考试，还是一个挺新奇的体验。虽说大家都说读 MBA 呢，学业没有像在本科的时候那么重要了，但是毕竟这里是哈佛商学院，每个人还是多多少少会感到一些压力的。我们班主任专门上周的时候在班里开了个班会，然后他就跟我们讲，他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，他会专门收集起来他在之前学校做的那些考试，然后他在每一次哈佛考试完以后，他就会回去翻自己之前的成绩，来提醒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差。我自己来讲呢，我觉得我心态其实还是可以的，主要是因为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我在一个充满天才的地方学习了。我高中的时候的学校是河南省应该算是最好的学校之一了，然后我在那边遇到了很多天才的同学，比如说有的人比我小个2、3岁，做数学题可能只要我1半的时间，然后我不管怎么样就是学呀，怎么样努力都已经比不过人家。初中的时候，当时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，怎么考都是只要全年级前几名，但是到了高中发现原来天才真的特别多，所以当时自信心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。但现在想起来呢，我其实挺感谢那2年的，
因为那个时候就像是生活在我年纪还比较小，还有时间自我成长、自我调整的时候，给了我当头一击，让我认识到真的是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让我摆正了对自己的这样一个认知。虽说当时处在那个环境中真的是非常痛苦的，但也正是因为那个时候有了那样的经历，能够让我在过去的10年中进行自我的调整，然后悦纳自己。所以这一刻呢，通过镜头跟你对话的我呢，其实对自己是充满信心的，因为我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，我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，短处在哪，成绩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。更重要的是呢，你能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，并且在这个领域里有自己的成长。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我还是那个考试考不过别人的人，但我却能在哈佛商学院有自己的一个位置。所以我亲爱的家人们、朋友们，不需要担心我，虽然在这边压力很大，但是我的心态非常好。作为这周唯一的娱乐项目，我跟好好先生周末的时候来电影院看了《上汽》，漫威的第一个亚裔超级英雄。时隔1年，我们终于又回到电影院了。一个我一直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在中国看电影，如果电影票上写的是7点钟开始，那电影就是7点钟开始。但在美国这边，如果说票上写的是7点，那7点钟开始的其实是很多不同电影的预告片，它会播个大概20分钟，然后你要看的电影才会开始。这周就是这个样子啦，祝大家新的一周也顺顺利利，我们下次再见了。